欢迎来到宇宙闺蜜，我是大宝，我是凤凰。如果你是新朋友，在这个频道我们会分享我们灵性探索的旅程，丰富的身心灵知识，还有各式各样的灵性工具。同时，我们也开立会员频道，欢迎加入我们观看每个月的会员直播，以及更多惊喜的影片。2025年新年来了，那我们觉得可以来聊一聊一个关于丰盛的主题，其实也是我个人跟金钱和解的过程。那我先来分享一下我小时候对于金钱的概念好了。因为呢，我家是经营会计师事务所的，那会计师事务所简言之就是在处理客户的金钱麻烦，好比说我要怎么样合法的节税，然后怎么样，都是钱的问题啦。对，在我爸爸他在经营这个家族企业的时候，带回到家里面给我们的讯息就会是哪一个客户因为钱很多，然后呢分配给子女就是分配的问题，或者是说股东之间分配这个股东权益的问题，然后呢居然赚很多钱呢，可是身心还是不健康的问题，所以呢到后来就会演变成钱多等于麻烦多，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形成在我的脑海里面。然后我渐渐的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得出了2个自己的结论，叫做有钱人要么就不快乐，要么就不正直。我们最能够学习的对象一定是先从父母开始，所以当父母他们对金钱有什么样的议题的时候，通常也会传承到我们身上。那我讲一下我们家，就是经历过就是比较辛苦的一段时间，所以我们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能够生存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对，但是我从来都不觉得赚钱有哪里不对，然后我觉得赚钱很好啊，可以维持你的基本生活，然后甚至能够让你去展现你真的想要实现的梦想，甚至可以帮助别人。所以我觉得更多的事情是你怎么看待钱，你觉得它是要一直跟别人比较，一直去追逐的过程，还是所谓的够用就好？当然够用就好这句话有很多的层次，因为每个人的够用不一样。但我很想要谈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真的很不愿意谈钱，这是我觉得很困惑的地方。有一些身心灵工作者刚开始提供服务的时候，他要跟人家收钱，所以他可能会说随喜免费。那我觉得这也不是问题，可是在定价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要为你的服务定价格，你给出去的服务值多少钱，这个东西大家在这边就卡住了。其实也不要讲身心灵服务，我觉得你自己出来做生意也是一样。你一块鸡排卖多少钱？你今天帮人家拍一个影片多少钱？做一个设计案多少钱？你提供一个咨询服务、顾问服务多少钱？然后那个价格就是你依照你的价值去给予嘛。又好比说很有钱的做灵性事业的，或者说宗教的团体好了，或者是这些领袖，他们如果有钱，我们就会抨击他。有很高灵性修为的人不能有钱吗？然后很有钱的人不能有很高的灵性修为吗？难道这2者是冲突或矛盾的吗？渐渐的，在整个身心灵的探索了以后，后来就会发现到说，钱其实它是中性的，它就是一个你想怎么定义它就怎么定义它的东西。我真的进来之后，发现好多身心灵的老师们对于开价会讲不出来，对，可是他明明就花了好多的精神力，5年、10年在提升自己，然后酝酿这个灵性的服务，甚至这个系统可能是他学习了综合之后去重新做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系统，他发现这样子更好的传递，然后当他定价之后，他会害怕。我觉得也有另外一个状况是在这样子的身心灵的氛围里面，有人会觉得我不可以用这样的灵性服务赚钱，好比说我帮人家办事问事，我是不可以拿钱的，不然我会受到天谴啊，或者是说我的收入可以从别的东西来，但是我不能靠这个赚钱，否则我会为了赚钱然后一直在行销我的灵性的服务或课程。其实这个世界真的就是这样嘛，因为相信就有力量所以我们相信钱是不正直的，钱是怎么样的，那他就用那样的方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运作。我以前其实坦白说，我也会觉得谈钱很粗俗，或是谈钱就是很麻烦，就会觉得说我就是老老实实的，就是做好我本分的工作，我增强我工作的能力就好了。渐渐的，我放下了我对于金钱那些批判性的定义之后，我开始觉得我强化的是我的本事，可是我没有强化我赚钱的能力。当然，你本事越来越好，你赚钱的能力也会提升，但赚钱并不是只靠本事而已。好比说，你也要有好人缘呐，要有资源呐，然后你也要有自我价值感的提升，而且你必要的，至少要让人家知道你有这么多的好本事。对，所以你要懂得去介绍自己、行销自己，这个都是你要告诉别人你值得这个钱，你要能够说得出这些话，然后你不软嘴。所以这个东西是很需要底气的。
我之前有上过一个灵性课程啊，我觉得他讲得很好。他说，一个人的财富能够有多丰盛，取决于3个要点。第一个是你自己的本事，第二个是外在你的人脉，就是你的那些连结，你现在要认识多少人、多少资源。第3个是你内在的心量。我觉得心量其实是最抽象的。这一点我之前就是也有跟很多不同的高龄有聊过这件事情。他们就说，其实心量够大，大到不那么的批判做这件事情是对，或者做这件事错的时候，其实你自然而然会去帮助别人，你自然而然会去愿意认识很多人，然后你自然而然也会想要去学这个学那个，你自然而然的你就会长成一个很丰盛的人。尤其在前2年跟你一起做频道以后，我觉得你就带进来很多观点啊，好比说，金钱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啊，我们有任何危难的时候，他会帮助我们啊。我们要做很多新的事情，很多新的梦想要去执行的时候，他也帮助我们啊。或者是你会说，我认为只要努力，钱就一定能够赚到啊。我那时候也觉得说，你怎么会这样想？对，不然现在坊间大家都会说，哦，一个人会不会成功，会不会赚钱，其实10、8、9靠运气。好像把它推给了一个就是我们完全无法掌握的东西。我有钱不有钱好像是一个命定论。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很好，就是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一定要在一定的基础上面增强自己的本事，因为这个是对自我价值认同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因为你会知道我讲出来的话有底气，我今天跟你要这个价格，我定这个价格，我有我的理由跟原因。你可以不接受，你可以不买单，但一定会有接受跟可以买单的人。所以我觉得累积自己的本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同时之间呢，你也要知道，因为你有这样的本事，你有这样的底气，你要介绍给大家。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会跟钱变成一个很好的朋友，因为你会跟他有来有往，因为你会学习，你要支出，然后你会得到别人的给予，你会有收入，这样这个能量流动的时候，这个整体的经济才会是一个完整的，这是真的。然后如果说有的人就是很省，一毛不拔，其实他会活在一个很匮乏的生活里面，因为他的钱没有流动吗？对，没错。所以说真的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说也是一样，当经济景气不好的时候，为什么存款利率会很低？因为鼓励你去消费，推动整个经济的运作。所以我不是鼓励大家花钱，我是鼓励大家真的是你要有赚钱的话，你一定也要愿意先给予，甚至你愿意先给予，你就会有等同的财富进来。我们常常讲施比受更有福，我是说真的，如果你在给予的过程当中，你没有任何的算计，你终究一定会得回来。这个是我亲身在实践的。做每一件事情，我从来不会先去计较我会得到什么，我就是当下觉得好 ，OK， 我能力可以，我愿意去做，我有兴趣，我开心，我就去做，然后它就会变成另外一个状态回馈给我。有时候是金钱，有时候是人脉，有时候是一份很珍贵的友谊。对，或者是说更大的眼界。如果回到身心灵来说的话，是一个整个人更敞开的状态，接受所有的一切，包含金钱，金钱的困扰也接受，金钱的获得也接受了。所以我会觉得在2025年的新的一年呢，就是鼓励大家可以更好的去理解你跟金钱的关系，然后更好的看清楚你的金钱现在这个议题是来自于也许是原生家庭，或者是说你曾经在金钱上面有一些创伤。我们把这些东西厘清清楚之后，我们可不可以用更开阔的心态去看待金钱？他真的是我们的好朋友，跟他当朋友绝对不会有损失，真的。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梳理自己的金钱议题的时候，其实很简单，我也建议大家可以练习看看。就是我那时候在纸上面就写着钱，然后接着我就把我对于钱联想到所有东西都写上去。好比我刚开始讲的，钱等于麻烦哦，钱等于不正直，或是不快乐，然后钱要有很多能力才可以管理哦，我没有这个能力，类似这样子，所以会开始去找到我为什么跟钱一直频率搭不上，那中间的阻隔是什么？然后呢，如果是可以化解的，我们就去化解。好比说，我觉得钱多要有能力去掌管、去理财嘛，哦，那我就来学理财。我有能力开始学会管理了，那我就会消掉这一项了。OK， 钱等于不正直，但是我又认识的有正直的有钱人啊，例如说凤凰嘛，拿掉，是这样子，所以你就可以在那个当中去找到很多你原来信念里面的一些矛盾，然后一个一个的去把矛盾之处找出来，然后去增强你掌管钱的能力，以及你跟钱成为好朋友
的一个契机。在身心灵这个领域里面，我真的看过好多人跟金钱上有很多的纠葛，然后也有很多的课教大家如何丰盛。但我觉得，不论你今天学了什么，它都一定要能够运用在你的生活里面，然后能够让你越来越开阔的看待这些事情，然后让整个能量可以流动。我觉得才是真正的做到跟它的和谐相处，跟金钱和解。2025钱滚钱。那我们就下次见喽，转起来。拜拜。